水盟唐武胜。随着叶雨林宣布了最终结果，而奥都商会和平凡盟虽然不爽，但也没人敢反对。整个比赛以霍雨浩的胜利告终。副教主和4位长老来到霍雨浩身边，副教主的气势让裁判长叶雨林惊恐不已，因为他竟是超级斗罗级别的邪魂师。南宫婉宣布溪水盟赢得比赛，要求安利童和上官威尔履行赌约。两人虽不甘心，但在5大邪魂师的威慑下，只能无奈接受。安利童愤然离去，上官威尔则怨恨地盯着霍雨浩后离开。比赛结束后，众人惊慌地离开现场，霍雨浩在他们眼中如同魔王一般恐怖。霍雨浩获得了丰厚的奖励，包括大量稀有金属和9级魂导器日月神针。叶雨林提醒霍雨浩，只有8环以上修为才能使用日月神针，否则会粉身碎骨。他还对霍雨浩的人形魂导器感兴趣，提出购买图纸并留下联系方式。霍雨浩收下卡片，和菜头也来到他身边，两人相视一笑。此时5大邪魂师封死了所有退路，除了看不见面容的副教主之外，每一个都流露着满意的微笑。霍雨浩也笑了，只不过他的笑容被隐藏在人形魂导器之内，因为他们安装的定时炸弹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地下仓库，徐国忠带领众人试图进入仓库查看损失。他们艰难地突破了外层防御，发现一层大门被破坏，但内部机关并未触发。徐国忠怀疑是内鬼李冲所为。进入2层后，他们发现大量珍贵稀有金属被盗，损失惨重。徐国忠心痛不已，但更糟糕的是，第3层大门也被打开，大量高爆魂导器失窃。徐国忠绝望地发现，仓库中还被铺设了定时高爆魂导器，而且即将要爆炸。另一边，溪水盟将奖励交给霍雨浩，包括9级定装魂导炮弹。唐武，感谢你为本盟做出的贡献，这些是你应得的。霍雨浩将奖励收入囊中，他正准备离开时，副教主拦住了他和菜头。副教主表示，霍雨浩的邪魂师能力引起了他的兴趣，并透露自己也是邪魂师，拥有强大的邪凤凰武魂，修为极高。他试图说服霍雨浩加入圣灵教，承诺给予他一切，并称他是本教的圣子，未来世界的主宰。此时观众还未完全散去，副教主释放的强大邪气让在场的普通人都变成了灰蓝色雕像，无法动弹。霍雨浩意识到圣灵教的肆无忌惮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实力极为自信。突然副教主察觉到名都城内的异常，大地开始震颤。玄老也察觉到不对劲，震动的方向正是霍雨浩之前释放信号的位置。副教主迅速升空查看，发现明都一角突然下陷，随后发生剧烈爆炸，形成巨大的蘑菇云，冲击波席卷了明都1/3的面积，甚至影响到整个城市。这场爆炸的威力远超9级定装魂导炮弹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。副教主惊恐地返回地面，而霍雨浩则意识到这场灾难的后果，他没有预料到会引发如此恐怖的爆炸。玄老出现，将霍雨浩和菜头带走，问他们是否是这场爆炸的始作俑者。霍雨浩承认后，玄老告诫他永远不要透露这件事，因为这场爆炸造成了无数生命的损失，是真正的生灵涂炭。这场爆炸被称为日月无光毁灭日，彻底延缓了日月帝国对原斗罗大陆的侵略。霍雨浩的破坏力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存在，他的修罗之瞳也因此得名。之所以有修罗2字，也就是因为这恐怖的爆炸。与此同时，唐门众人也感受到了这场爆炸的恐怖，他们同样惊恐不已。星罗帝国和天魂帝国的强者们通过钻地魂导器逃离名都，目睹了这场毁灭性爆炸。他们震惊于爆炸的威力，无法相信这是史莱克学院所为。毒不死甚至表示，如果这是史莱克学院的手段，他就真是甘拜下风。在日月帝国皇宫，尽管建筑坚固，但仍有部分被震塌。橘子背着徐天然从废墟中逃出，目睹了不远处的巨大蘑菇云和周围破败的景象，震惊不已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空中聚集了众多身影，神秘国师的狂笑声响起。圣灵教的邪魂师们带着阴森的气息升入空中，对他们而言，这场毁灭并非灾难，而是梦寐以求的机会。他们贪婪地感受着庞大的怨念与灵魂之力。在短暂的震惊之后，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终于行动起来。玄老阴沉着脸，带领众人朝着远方狂奔而去。大多数史莱克学院的强者们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不明白为何会出现如此恐怖的一幕。只有少数人，包括周老师在内，隐隐猜到这场毁天灭地的灾难是唐门促成的。王多儿、王秋儿和潇潇三女最清楚整个过程，因为那些定时高爆魂导器正是他们安装的。在离开地下仓库之前，霍雨浩故意毁坏了电梯和第1层大门，尽可能拖延仓库被探查的时间。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内，他没有任何失误，甚至连定时高爆魂导器爆炸的时间都拿捏得极为准确。霍雨浩唯一没有预料到的是最终爆炸的威力。定时高爆魂导器被放置在定装魂导炮弹下方，那些无法携带走的定装魂导炮弹组有上万枚，甚至更多。当时霍雨浩的目的很简单，炸毁地下仓库，让带不走的稀有金属在爆炸中气化，大量中低级魂导器也被炸毁。这样一来，
日月帝国遭受如此巨大的损失，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必然会大幅推迟。按照霍雨浩对定装魂导炮弹威力的计算，由于它们埋藏在地下100米深处，爆炸力最多能蔓延1公里，引起大地震荡。近在咫尺的明德堂显然无法幸免。地下仓库和明德堂这2个日月帝国极为重要的地方同时被炸毁，损失已经足够巨大。然而，霍雨浩并不清楚的是，在明德堂的地下仓库中，一个高度加密、防御森严的地方，沉睡着16枚9级定装魂导炮弹。它引发的这场大爆炸，唤醒了这些沉睡的毁灭之王。16枚9级定装魂导炮弹，加上上万枚5级以下的定装魂导炮弹，共同形成了眼前这场名都的巨大灾难——日月无光毁灭日。这一天将成为日月帝国永远铭记的灾难之日。此时，史莱克学院的众人终于逃到密林之中，大家一个个腿脚发软，脸上满是惊魂未定。刚刚那场恐怖的爆炸，让他们根本不敢想象爆炸核心附近还有谁能够幸存。玄老的脸色沉得像铁，他让大家先休息一下，自己却拉着霍雨浩到了一旁。霍雨浩整个人都懵了。玄老冲着唐门的几个小家伙，还有王圈喊道：“都过来！”声音里透着一股阴沉，众人赶忙低着头跑了过去。学院的其他强者们心里都冒出了一个念头：不会吧，名都的大爆炸，难道真的是他们干的？玄老让霍雨浩从人形魂导器里出来，霍雨浩脸色苍白，王多儿赶紧上去扶着他。玄老沉着脸问：“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霍雨浩抬起头，眼神渐渐凝聚，咬牙道：“玄老，是我做的。我们发现了日月帝国的一个地下仓库，里面全是稀有金属、魂导器和定装魂导炮弹。我在那里埋了定时高爆魂导器。”这话一出，玄老倒吸一口凉气。虽然他早有猜测，但霍雨浩亲口承认，还是让他心里一沉。他忍不住责问：“雨浩啊，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少平民伤亡，多少生灵涂炭？我们是大陆的监察者，可不是刽子手啊！”霍雨浩低下头，攥紧了拳头。玄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，但咱们先离开西山再说。我的精神探测还能帮上忙。这时候，王冬儿紧紧搂住霍雨浩，情绪激动地说：“玄老，不能全怪雨浩，那个地下仓库是他用精神探测发现的。今天他还冒着灵魂受损的风险，带着我们去那里，就是为了给唐门和学院弄点稀有金属，也想给日月帝国制造点麻烦，拖慢他们发动战争的节奏。我们到了仓库，发现里面的东西太多了，足够日月帝国造好多魂导器。我们只留下了低阶的定装魂导炮弹，那些能引爆。雨浩算好了，那个地方在地下100米，结构坚固，爆炸破坏力不会太强，最多就是地面晃一晃，主要就是毁掉仓库和里面的魂导器，顺便给雨浩在比赛那边脱身制造点动静。可谁想到，爆炸威力突然变得那么恐怖，完全超出我们的判断，太不正常了。雨浩也是想拖慢日月帝国的侵略脚步。玄老，您想想，要是这些爆炸物和魂导器用在战争里，伤亡数字的翻多少倍啊？所以我不觉得雨浩做错了，您要是要惩罚他，那我也一起受罚，我支持他做的一切。王端说的掷地有声，紧紧握住霍雨浩的手。霍雨浩心里那些彷徨、震惊、痛苦、自责的情绪，在冬儿的支持下渐渐消退了。他本来就比一般人心理素质好，再加上冬儿的力挺，眼神变得更加坚毅。王圈也站了出来，对玄老说：“如果您非要说谁是这件事的刽子手，那也不应该是霍雨浩，他当时只有精神肢体，根本就什么也做不了。放置那些定时高爆魂导器，是我和冬儿还有潇潇干的，我们才是刽子手。刽子手就刽子手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再多说什么也没有任何意义。”潇潇也点头，秋儿姐说的对，这事是我们3个干的，雨浩就是帮我们测算，最终决定权在我们这儿。霍雨浩苦笑着摇头：“别替我揽责任了，错了就是错了。我猜可能是我们引爆仓库，导致附近的另一个仓库也爆炸了，那里面估计是明德堂的高阶魂导器。我本该算到的，离明德堂那么近，毁掉它也在计划里，是我太急功近利，才酿成这场灾难，肯定有不少平民伤亡。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期间，名都里人那么多。”霍雨浩越说越难受，抿紧了嘴唇。贝贝这时候走了过来，声音温和却带着几分强势说道：“玄老，这事和他们都没关系，整个计划是我和雨浩一起策划的，我是唐门大师兄，最终决定行动的人是我，要是没有我点头，哪会有这么多事？我也不配再待在内院了，我请求学院开除我。”贝贝脸色还有些苍白，但已经能行动了，来到霍雨浩面前，把他护在身后。玄老目光灼灼地看着他，等着他继续往下说。贝贝看着玄老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玄老，要是真要追究错误，那我这个做决定的人才是最错的。我不是帮他们顶罪，我们也不会逃避责任。不管事情的起因和过程如何，最终的结果确实造成了生灵涂炭，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。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一幕，尽管是敌人，但平民是无辜的。我们愿意为这件事负责。在咱们史莱克这边，我们唐门除了雨浩之外，集体退出内院。以后要是有人翻出这事，我们唐门会一力承担，绝不会影响学院的声誉。但雨浩不能脱离学院。
您还记得曾祖临终前的叮嘱吧？宇浩是下一代海神阁阁主，这次失误是我的指挥不当，他不该承担主要责任。您也看到了，宇浩展现出的能力，他是学院未来的希望。只要他能成长起来，咱们史莱克就能永远稳坐大陆第一学院的宝座。玄老摇摇头说：“好了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清楚了，我相信你们，休息吧，1刻钟后出发。”说完，他目光平和地扫了众人一眼，转身就走，没再多说。徐三石来到贝贝身边，这俩伤势不轻的难兄难弟对视一眼，徐三石忍不住问：“这是什么节奏？”“没事了。”何菜头摸摸自己的大光头，说：“我觉得本来就没什么事吧，是你们想的太多。能有什么事？这都已经发生了，而且根本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。我觉得东儿刚才的话最打动玄老，这么恐怖的武器要是用在战场上，得死多少人？这次大爆炸是在密闭的地下，对地面影响都这么大，要是直接在地面上的，我刚才在心里算了一下爆炸的威力，至少也是超过10枚9级定装魂导炮弹的威力，只多不少。9级定装魂导炮弹那东西有多厉害？1枚就能毁灭一个小城市，让一个军团凭空消失。这次爆炸虽然剧烈，但我感觉伤亡人数应该没看上去那么高。”潇潇疑惑地说：“为什么？刚才那爆炸的声势几乎横扫了整个城市啊！漫天灰尘，恐怖的震荡，简直就像末日来临一样。”何菜头说：“要相信专业。小师弟因为身在局中，反而不如我能冷静地去计算。小师弟，我问你，那个地下仓库的墙壁厚度大约有多少？是什么材质？”霍雨浩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墙壁主要是由合金和岩石组成，合金厚度超过2米，后面的岩石厚度至少有15米。他们在制作时设计上是利用合金的韧性，加上岩石的厚度和硬度来完美进行地下支撑和防御。”何菜头说：“这就对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么一个巨大的地下仓库发生大爆炸，一开始确实会产生大量热能向外膨胀，但膨胀过程中遇到这么强的阻击，威能还能渗出多少？我认为宇浩的计算没错，这场大爆炸会让那些魂导器全部毁掉，稀有金属除了极少数外也会融化，与土石混合失去效用。我们的目的一定完美达到了。唯一没考虑到的问题就是向外膨胀的高热导致附近另一个储存9级定装魂导炮弹的仓库爆炸。既然那个仓库是保存9级定装魂导炮弹的，它的防御强度一定比你们去的那个仓库更高。毕竟明德堂有前车之鉴，他们的地下仓库曾经被本体宗偷袭过，怎么会不小心呢？所以地下的防御这么给力，爆炸的力量实际上不会横向传播，而应该是被挤压着笔直向上爆发。剧烈的震荡就是宇浩说的大爆炸引发的轻微地震，只不过因为9级魂导器的加入，地震威力变大了。至于刚才我们看到的飞沙走石，那是大爆炸带入高空的土石席卷全城。实际上真正受灾最严重的只有爆炸核心区域，远远到不了名都的1/3，有伤亡是必然的，而且数量不会小。但要说一座城市1/3的人伤亡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这次对日月帝国真正的打击，还是那地下仓库的损毁。听了何菜头的分析，霍雨浩连连点头，心情好了不少，思路也重新清晰起来。潇潇笑着说：“菜头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我以前怎么没觉得？”何菜头觉得自己今天话说多了，憨憨一笑说：“我这不是担心小师弟想的太多吗？我要把这个想法告诉玄老去，他老人家一定更容易接受。”说完，他立刻掉头就跑。江楠楠轻叹一声：“战争是最残酷的，希望我们这次所作所为能让战争停滞下来，甚至是不再发生才好。”霍雨浩摇摇头：“很难。圣灵教实力庞大，徐天然狼子野心，这次的损失对他们来说虽然巨大，但还不足以磨灭他们的野心。”贝贝说：“只要学院不提起，那么这件事就与我们唐门无关了。反正日月帝国的怀疑对象绝不只是我们一个，擅长地下行动的本体宗嫌疑比我们大多了。”徐三石说：“祸水东引似乎有些不厚道吧？”略微停顿了一下，他又继续说道：“但为什么我有点喜欢的感觉？”江南南没好气地说：“因为你们两个脸皮一样厚。”与此同时，日月帝国皇宫，徐天然仰天怒吼：“是谁？是谁？”愤怒的声音传遍整个皇宫。此时，大量人手开始救死扶伤，伤亡数据不断传来。正如和菜头猜测的那样，人员伤亡并不算太过严重，但经济损失却是难以估量的。皇宫大量建筑坍塌，侍从和宫女大多在忙碌中，被埋的人很少，但修复皇宫建筑所需的物资是巨大的。魂导器在剧烈震荡中也受到了损伤。以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为中心，大片建筑倒塌，平民伤亡数字不断攀升。死伤人员并不能让徐天然动容，真正让他痛不欲生的是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和明德堂直接从兵都消失了，还有那储存大量物资的地下仓库也消失了。这些都是他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，全部消失意味着他的计划将被无限期推后。这份损失连日月帝国也有些承受不住。当确定爆炸核心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那边时，
明德堂主境，红尘一口鲜血喷出，直接昏迷过去。明德堂是他的根基，这场大爆炸甚至会让整个日月帝国魂导器研究倒退数年，更别提那边人员伤亡的恐怖了。唯一没让靖红尘直接气死的原因是，他觉得最近局势不稳定，一直把孙女带在身边，重伤的笑红尘也因为太子徐天然的主动示好，带进了皇宫内治疗，都平安活了下来。如果他这一对孙子孙女再死了，靖红尘恐怕这一口血就会吐尽自己的生命力。殿下，殿下，不好了！一个侍从连滚带爬的跑过来，脸上满是悲戚之色。徐天然怒道：什么不好了？都是你们这群混蛋诅咒的！侍从颤抖着说：殿下，陛下，陛下他驾崩了。听到侍从的话，徐天然原本满脸的怒意瞬间凝固了，一抹奇异的光泽在他眼底一闪而过。对他来说，皇帝的死是今天巨大损失中唯一的好消息。皇帝驾崩，意味着他这个太子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登基了。他现在掌控的势力足以支持他顺利登基。原本最大的阻力是徐国中那一系的贵族，但刚才那场巨大的爆炸，徐国中估计渣都不剩了。徐天然觉得一切似乎又变得没有那么糟糕了。他抬头看向空中早已聚集的大量邪魂师，用力咬了咬牙，猛地哭嚎出声：父皇，父皇，您怎么就走了啊？两行不知是因为悲痛还是心疼而流下的泪水瞬间滑落。